一束月光划过天空，在我身边洒下一片晶莹的蓝色。远方的一切渐渐清晰，在那里，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淡淡的微笑。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感谢月神阿罗尼，在天灾军团进攻的紧要关头，为我们选出了他最虔诚的信徒米亚娜。现在我代表警卫联合议会宣布，新一届的月之女祭司由米亚娜当选。你，这个美得令人窒息的女孩，静静站立在世界之树下，接受同伴的祝福和长辈的赞许。月光洒在她的脸上，令她天蓝色的长发带着淡淡的荧光，更为她增添一份神圣的气息。当我的弟弟 Magna 出现时，米亚娜露出一丝开心的笑容。长辈们一脸欣慰地望着他，如同望着整个精灵族的希望一样。一个是精灵族新晋的月之女祭司，一个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战士，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一对璧人。而我只能默默地退出这个属于圣者的舞台，静静地走回自己的小墓前，一遍遍机械地挥舞手中的腕刃。我叫 Terry Breed， 是先知的大儿子，一个被精灵族公认的废物。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两个找圣骑士陈去做天赋测试。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兽人第一眼看到 Magna 的时候，就难以掩饰自己的惊喜与震撼。你的小儿子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能量操纵天才，精灵族复兴有望啊！那一刻，父亲的喜悦都写在了脸上。而当陈满怀希望地把目光转向我时，走吧。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消息。先知的小儿子Magna是个天才，能给 Paraguay 随着能量无法操纵。自从那天起，弟弟开始接受最艰苦的培训。每当他回来的时候，都要向我一顿诉苦。
每天起早贪黑，没完没了的训练，都快累死了。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啊？但他却不知道，每天只能待在屋后，独自摆弄万人的我，是多么的羡慕他。不堪忍受人们的流言和冷眼，我只能孤独地待在自己的小屋。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但又不敢去询问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整个森林最忙的人，而我只是整个森林最闲的人。我常常会一个人跑到芳草萋萋的山头，坐看夕阳散播的那仅剩的余晖，直到渐渐下沉。这已经是我每天最大的快乐。直到有一天，米娅娜，一个美丽的如同月神艾露尼一般的少女，当时她正在采摘魔法草药，或许是累了，她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们就那样聊了起来。她是一个很开朗的女孩子，刚从其他森林流浪过来，目前以采药为生，难怪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年幼时，她的父母死于战争，她一直想学习更高层次的剑术，希望有朝一日能为父母报仇。我也说起我的母亲，上一届的月之女祭司，为了掩护森林里的族人撤退，释放月之安眠魔法，却死于遗忘法师潘格奈的能量反噬。天哪，你竟然就是月之女祭司的儿子！但我是个无法操纵能量的废物，我对不起母亲昔日的辉煌。不会的，天赋固然无法改变，但至少可以用勤奋来弥补呀。其实我常常在想，就算是默默无闻又怎么样呢？如果能做一个平凡的人，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不是也很好吗？我想，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第二天傍晚，我兴冲冲地再次跑到山头，果然在那里看到了。哎，这里有一株月光草，快来看呀！我看着他纯洁无瑕的笑脸，一时呆住了。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就送给你吧。真的可以吗？谢谢你，我很喜欢。这可是我们友谊的见证，连我弟弟都不知道有这条手链。你还有个弟弟吗？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我硬着头皮将弟弟介绍了一遍。我说，每个月圆之日他都会放假，那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一见钟情这种事，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现在却不得不信。可惜的是，主角并不是我。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我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感觉你对能量的亲和力很高，或许教官很乐意再收一个学生。是吗？Magina 在教官那里很有发言权的，由他推荐一定没问题。看着米娅娜露出的笑容，我心如刀绞。弟弟能给予你的机会，果然不是一条手链所能比拟的。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整整撕裂成两半，无法忍受的剧痛让我冷汗淋漓，才好出声。父亲正在人类国界上演两个盛宴，弟弟早在傍晚时分就带着米娅娜前去训练。我独自一人痛苦的翻滚，发出野兽一样的低吼。我对他
我要和美智娜一起去训练了，对不起。这是友谊的见证，不是吗？祝你们幸福。米娅娜走了，我的生活又变得和以前一样。又是一个月圆之日，弟弟回来分享自己成功的喜悦。哥哥，我终于能突破空间了！划破虚空，这就是天才才有的境界吗？父亲研究法术多年，才习得传送的能力。Magina才去训练了多久？是100年难得一见的能量操纵内心的一丝不甘，让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和他的差距究竟有多远？我们来比试一下吧。要单论武力的话，我自认为并不比弟弟差，但他能操纵对方的能量，使用破魔能力。只要两人兵刃相交，他的敌人都会感到血液沸腾，精神受损。说好了，你不能使用破魔能力。没问题。我输了。面前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朝着训练艰苦的弟弟，而是一个真正的铁血战士，一个能带给精灵族辉煌的战士。而我丧失了做哥哥的唯一尊严。米亚娜呢？她还好吗？他在准备竞选月之女祭司的试炼，或许再过不久就能得到月神的承认了。是吗？一时之间，我失去了言语。我不但和 Magina 的差距越来越大，连米亚娜都渐渐离我而去，变得高不可攀。今天米亚娜终于成为了精灵族高贵的月之女祭司。月光下是一片欢庆的海洋，而我却又一次感到灵魂被撕裂成两半，头痛欲裂，残好淹没在成片欢呼声中，没有任何人注意。几天来，随着天灾军团战线的压境，整个精灵族都忙碌起来。当我走出屋子时，不远处正是召集精灵族战士的通口。我要参军，我也是一个战士。这个太为难我们了，您要是有个3长2短，我们可怎么向先知大人交代？可是，我的弟弟 Magina 已经参军了。话音刚落，我就知道我错了。哎，你听到没有？那个废物要参军了。哈哈哈！凭你还想和马吉娜比？他是去战场杀敌的，你能去干什么？给亡灵法师提供材料吗？你
敢和我决斗吗？哦，是吗？我还真不介意教训教训你。不过，我现在还要去报名，晚上岳木山坡见。不见不散。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我一定要赢。可是，如果我失败了呢？孩子，天灾军团入侵的事，让父亲久日操劳，脸上尽是疲惫之色。我突然感到受宠若惊。弟弟去了前线，父亲放下大事来看我，是为我打气吗？然而，他的话却让我伤心到极点。你打不过他的，放弃吧。连你都不相信我吗？我知道你平时很努力，但你的对手能够熟练操纵能量，他比你占优势。打不过又怎么样？一个男人怎么能就这样放弃？怕我给你丢脸吗？打不过又怎样？我已经是一个废物了，所有人都以羞辱我为乐。我早已经失去了一个战士的尊严，还有什么可害怕的？米娅呢？不，月之女祭司大人，恭喜你。真的决定要去了呢？你是不是也已经认定我必输无疑了？不，我只是不想失去你。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所以我也应该支持你，是吗？可是我记得有人对我说过，只想做个平凡的人，只想。是，但是为了给我的父母报仇，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当这可恨的一切结束之后，我灵魂撕裂的感觉仿佛又要出现。不行，绝对不能是现在。我会让你看清我的实力的。废物，有什么实力？
有蛮力有什么用？连最简单的残影都看不破，说你是废物，还真没说错。我不是废物。精灵族第一战士的玛吉娜，竟然有你这么一个哥哥，哈哈，真是天大的笑话！巨大的耻辱充斥着我的头脑，内心一个声音突然响起：我要杀了他，杀了他！灵魂的撕裂感再次出现，剧痛席卷了我的全身，但那杀人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无比。你这是干什么？以为你装疯我就会上当？你是？月光倾泻在我身上，灵魂飘飘的感觉又一次出现，却不像以往那样头痛欲裂。我居然杀人了，要是被抓到的话，我会被怎样处置？父亲会帮我吗？弟弟会帮我求情吗？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精灵，究竟又是怎么回事？伟大的科斯加的大人，这是您卑微的子民在此次血流中的收获，希望它可以为您带来不错的情报。是吗？年轻的精灵，你可知道你们族里应对我方进攻的安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精灵，怎么会知道上头有哪些安排？那你就没有生存的必要了。依旧冷冰的声音轻易判决了我的死刑。死就死了，都到了这地步，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大人，请手下留情。哦，给我个理由。这个精灵，我能从他身上感到强大的灵魂波动，他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灵魂操纵天才。我茫然地呆望着死灵法师，毫不在意自己的死里逃生，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来回飘荡：他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灵魂操纵天才。那一刻，万般滋味涌上心里。这么多年来，我遭受了多少冷眼，多少嘲弄，连我自己都已经认定我的存在只是一个错误。而就在刚才，面前这位死灵法师却告诉我，我不是废物，而且我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年轻的精灵，你愿意成为我的学生吗？我愿意。在这寒气缭绕的宫殿里，
我却分明地听到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的声音。那些曾经羞辱我的人，那些几乎毁了我一生的人，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和地里对能量的超强感应不同，我对灵魂有着远超常人的感应。但是研究灵魂之力是被精灵和人类视作一体，并且言论禁止，所以我背负着废物的名号，遭受了10几年的白眼。现在我遇到了导师，这位操纵灵魂的大师能给我所需要的知识，给我摆脱能量束缚的能力，教我与灵魂自由沟通的技巧。而我也没有令他失望，只是学习了2个月，我便击败了不少死亡骑士。我的能力很快地得到了认可。1个月后，天灾开始进攻我原本居住的森林，不少和我切磋武艺的死亡骑士奔赴前线。我的导师也在做准备，这不正是我的机会吗？让那些傲慢的精灵意识到他们可笑的自负和愚蠢。可是，然后呢？我的心中忽然一阵慌乱。这是战场，不是小孩子赌气的游戏。我想的有什么？不过，导师似乎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你不必和我一起去西部前线，我已经和科尔苏加德大人说了，安排你去东部战区和人类部队作战。我忽然松了一口气，也许我应该再给自己一些时间，想得透彻一些。对了，如果你遇到光之守卫艾泽了，帮我解决他。是，这是报答导师知遇之恩的机会，我一定会完成的。报告大人，伊王法师白格纳昨晚被一个精灵族战士刺杀。凶手呢？凶手一瞬间就不见了，没有人看到。蠢材！又是他，这是我们损失的第6个老师了。可是从来没人看到过这个家伙长什么样子。或许天灾还不知这个地法师为何人，但我一听就已经明白了。梅吉娜，感谢你为母亲报仇，哥哥从此再也没有牵挂。孩子，妈妈今天给你带了一件礼物呢，猜猜看是什么？啊，猜不到，到底是什么？这可是妈妈从地精商人那里得来的哦，现在把它送给你。我当时的回答
经记不清了，但母亲的下一句话，我却是记忆犹新。哎呀，这不是给你戴的，快取下来。如果将来你有了心爱的女孩子，就将这条手链送给她吧。不久，母亲就阵亡了。那条手链成为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一直被我珍藏着，直到你呢？你可好吗？我们到达了天灾军团东部战区最高指挥部，在这里，我见到了他们的领导者。他们只派了你一个人来啊？啊？是的。哎，好吧。如果你能在此次工程中立下大功，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些在别处得不到的赏赐。啊，鲁西弗，你带这个精灵下去，给他介绍一下战况。德斯伊夫，这个强大的存在，我在森林中就有所耳闻。末日守卫的称号实在是如雷贯耳，但最近这个庞然大物遇到麻烦，一座庞大的城池牢牢挡在天灾军团的前行道路上，令他寸步难行。守坛的是一个叫埃德拉的法师，他拥有释放强大冲击波的能力，令我的部队损失惨重。每次我出现想要施展末日给他，他就会缩进城内，但城头上还是有他的残影在施展冲击波技能。你有什么想法？倒是早就知道我会遇到耶瑟琳，没想过派人进城暗杀他。我们的黑暗气息太重了，绝对连城门都进不了。只可惜最擅长前行的地穴刺客安姆布莱克已经牺牲了，所以……哼，难怪无言会派我来。这件事交给我吧。出来吧，我的守卫。刺客，有刺客啊！倒是狗藤子绝语，要我带他向你问候。哦，那个异教徒，难道他还没死？哼，研究灵魂之力的异端，想来是投靠了天灾军团才被复活的。原来是这样，
导师生前一定是因为研究灵魂之力而被人类杀害。如果没有灵魂之力的研究，我现在还是一个废物。正是冤有头，债有主，就死吧！这种程度的负面干扰，怎能和灵魂的撕裂感相比？没有灵魂的身体，如同挑刺的灵魂；没有身体的灵魂，自诩无视的黑暗。这次，灵魂转移。怎么会是你？进攻！老法师临死前的话，让我内心生出一丝怎么会是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抱着这个问题怔住了。第二天，我就听说了鲁非法布城的消息，同时还接到了魔王们的邀请。英雄果然是世间奇才。死灵法师真是没有看错人呐！见笑，见笑。这个眼眶深陷的魔王，一向喜欢在夜晚出没。他是精灵族用来吓唬液体小孩的人物。不过，他似乎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一路上不断给我介绍这里的风土人情，甚至还要给我保媒，这让我不禁有一些飘飘然。昔日的魔王。如今和我平起平坐，这种感觉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这都是你带给我的，导师。而深渊领主，他答应过了，要送我一份神秘的礼物。来展示一下你心得的力量吧。哈哈哈哈！好，这样的恶魔之力，你还满意吧？感谢你，伟大的深渊领主大人，我相当满意。欢迎加入恶魔一族，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Siva 率领的部队势如破竹，一路上高唱凯歌，压得这擂台不起头。而我也在东部战区闯出了勇气，灵魂守卫的名号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报告，司令法师旅团的责任，这我。怎么会这样？改变我一生，真正享受我的大师就这么去了。而我正要去告诉他，我已经为他杀死了艾泽勒。是谁杀了他？是谁？旅团的杰里大人在前往支援第3军团时，遭遇了轻微的袭击。他被新晋月之女祭司米亚娜的月神剑射中，然后被敌法师击杀了。你怎么？导师的离去让我伤心不已，但是要找他们2个，我却无法接受。然而，有人已经为我做了决定。Terrorblade， 从今天起，派你率大军增援西部战场。这是你为你导师报仇的机会，难道你要拒绝吗？复仇。每当听到这2个字，心中似乎就有一些东西被唤起。也许这一切我已经无法逃避。好，我去。在这短短的1年多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回忆这里森林，回忆父亲、弟弟，还有米亚娜。可是尽管如此，这一切却仍然变得犹如隔世般遥远。大人，可算等到你了，南边已经顶不住了，赶紧去吧。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遇到了最希望遇到的人。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气量之力吗？出来，我的手灵魂分身。哥哥，是你吗？虽然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这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我的导师，死灵法师楼团的 Jerry， 是你杀的？他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句话。是的，要知道这汤的 Jerry 杀死了我们很多同胞，他可是我们精灵族的死敌。既然你杀了我的导师，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建立更彻底一些。我不是精灵，
我是恶魔一族。是吗？你可知道，你杀死的光之守卫艾德拉就是我的教官？原来是这样，那天的一幕又浮现在我脑海。怎么会是你？他是把我当成 Magna， 命运真是捉弄人。我曾天真的以为可以逃避的，可是一旦已经成为敌人，早晚会被命运纠缠在一起。既然这样的话，我俩之间只有一战了。你果然已经堕落了。出来吧，我的守卫。出来吧，我的守卫。我赢了。我走上前，却迟迟下不了手。我是在赌气吗？他可是我的亲弟弟啊！你居然还敢回来，施展传送魔法？难道你认为你可以从我的手里逃脱吗？真是没想到，你最终还是投向了天灾军团 Terrorblade。托你的福，如果当初不是你那狗屁预言，我就不会沦落到流亡出森林，也不会遇见我的导师。灵魂之力，这就是天意吗？你为何要骗他？什么？不用瞒我，你我都能看出他有世间罕见的灵魂操纵天赋，为什么不说？果然是什么都骗不了你。你我都很清楚灵魂之力的研究，我们都只是略通皮毛而已，而这项能力在人类和精灵那里更是被严令禁止。你会后悔的。你这是罪有应得，肉探的 Jerry。就算是能抛开这种种偏见，让他学习灵魂操纵之术，等到我们已经倾囊相授，再也教不了他的时候，以他的方刚血气，不可能就此放弃。到时候只怕他一意孤行，去天灾军团寻找新的指引。
一代奇才就这样被埋没了。至少能保他平安无事，只是恐怕他要恨我一辈子。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但是请你不要怨恨你的族人，你的父亲，他很挂念你。首战告捷，还斩杀敌方大将。消息传到军营里，引起一片欢腾。属于胜者的舞台，可是我却找不到想象中那种兴奋，甚至连一丝机会都没有。之后的1个月，我闭门不出，听凭前线送来急报，然后冷冷地搁置一边，不做任何回应。我的手下都是些天性厚道的家伙，每天急得抓耳挠腮。当我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过分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瞒着我，向巫妖告了状。Terrorblade， 听说你消极待战已有1个月之久，可有此事？禀报大人，属下只是在等待时机，做最后的决战。哦，是吗？很好。如果你3天之内再没有任何动作，当初还不如就让你死在食尸鬼的利爪之下。我还犹豫什么呢？如果没有投靠天灾，我可能早就死在流亡途中，也许会被族人抓回去，杀人偿命，终归逃不过一死，怎么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一旦我再失去了巫妖的性质，天下哪里还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也许即使带兵的不是我，这种战争也一样不可避免吧。
敌方英雄情况如何？大部分都撤退了。屠夫和骷髅王刚刚把山路巨人击杀，月之女祭司也已经身受重伤。你下去吧。谁？米娅呢？Tyre Blade。米娅呢？是你！你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从家人存在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迷失了你。来吧。死在那起哪的当下，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我终于可以停止逃避，终于能够面对自己，这就是命运。一切就在今天结束吧，结束我的罪恶，结束我内心无尽的疲惫，结束那命中注定的复仇。一束月光划过天空，在我身边洒下一片晶莹的蓝色。远方的一切渐渐清晰，在那里，我仿佛又看到了。You've got a way to fall. They'll tell you where to go, but they won't know. 'Son,
they know, but they won't show. Oh, I've got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 need to be alone while I suffer. Son, you've got a way to kill. They're picking on you still, but they don't know. Son, you'd better wait to shine. They'll tell you what is yours, but they take mine. Oh, I've got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 need to be alone while I suffer. Oh, there's a hole inside my boat. I need to stay afloat for the summer, Lord. I've got something in my throat. I need to be alone while I suffer. There's a hole inside my boat. I need to stay afloat for the summer. Son, you better wait to fall. They'll tell you where to go, but they won't